当地时间周五，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驻地会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两人进行了大约90分钟的会谈。王毅重点针对近期美方在台湾问题上的错误行径，全面阐述了中方的严正立场。双方认为会晤是坦诚、建设性和重要的，同意继续保持沟通。这是佩洛西窜访台湾引发台海局势高度紧张以来，中美高层的首次面对面会谈。王毅在会见布林肯时说，当前中美关系遭遇严重冲击，其中的教训美方需要汲取。中美关系正处于关键当口，急需双方本着对世界、对历史、对两国人民负责的态度，建立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推动两国关系止跌回稳。王毅重点针对近期美方在台湾问题上的错误行径，全面阐述了中方的严正立场，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在中国人心中的分量重如泰山。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我们的使命所在，从不含糊。美方在台湾问题上对中方是有明确政治承诺的，原有中美3个联合公报，竟有美本届政府多次表示不支持台独，但美方的行动却与此背道而驰，企图破坏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阻挠中国的和平统一大业，搞所谓以台制华，甚至公开声称要协防台湾，发出了十分错误和危险的信号。美方应原原本本回归中美3个联合公报和一个中国原则，干干净净重申一个中国政策，清清楚楚表明反对各种台独分裂活动。王毅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以什么方式解决，美方无权干预。中方解决台湾问题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将继续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和平解决与台独分裂水火不容。台独活动越猖獗，和平解决的可能性就越消减。要真正维护台海和平，就必须明确反对和制止任何台独行径。现在中美关系在台湾问题上确实高度的对抗，甚至美方人利用台湾问题这张牌，在压制中国的发展，甚至于挑衅中国的国家安全。所以，中国现在确实必须在台湾问题上明确地表明中国的立场。本月18号，美国总统拜登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分钟节目访谈时，回应记者提问，宣称会协防台湾。尽管白宫随后澄清，美国的对台政策没有变化，但这仍被外界认为是美国对台战略模糊性走向清晰化。拜登周三在联合国大会发言时，则再次强调，美国仍然致力于一个中国政策。在提及中国时，他还表示，我们不寻求冲突，我们不寻求冷战。美方官员称，布林肯在周五的会谈中非常明确地表示，根据我们长期以来的一个中国政策，这一政策没有变化，维护海峡两岸的和平与稳定绝对是至关重要的。根据中方发布的新闻稿，布林肯在会谈中重申，美方不寻求打新冷战，一个中国政策没有改变，不支持台独。作为美国的最高领导人，一而再、再而三的就美国可能会介入台湾问题做出这种态度的表达的话，显然体现出了他的一种深层次的政策考虑，而这种考虑显然是非常危险的。因此，我们对于美国来看呢，要谨慎对待，听其言，还要观其行。对于中美关系，王毅希望美方端正对华认知，反思和改变以遏制打压为主线的对华政策。他特别向美方提出3个不要：不要再试图以实力地位同中国人打交道，不要总想着阻遏中国的发展，不要动辄就搞单边霸凌，要为双方恢复正常交往创造良好氛围，要推动中美关系回到健康稳定的发展轨道。布林肯则表示，美中关系当前处于困难时期，推动双边关系重回稳定轨道符合双方利益。两国以往曾成功管控分歧，美方愿同中方坦诚沟通对话，避免误解误判，找到前行道路。双方还就乌克兰局势等交换了意见。双方认为会晤是坦诚、建设性和重要的，同意继续保持沟通。王毅和布林肯上一次面对面会晤还是在7月9号的巴厘岛20国集团外长会议期间，那次持续5个多小时的会晤被认为是实质性、建设性的。不过，美国众议长佩洛西8月的窜台举动严重冲击了中美关系，中国随后暂停或取消了中美之间的8项合作。在周五的外交部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中美需要加强合作，双方是否会重启这些关键领域合作项目，从而为中美之间更多合作铺平道路。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表示，是美方侵犯中国主权在先，中方做出正当反制在后，中方的反制措施完全正当、合理、合法。美方既然想要同中国开展合作，就应当
尊重中方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就应当采取切实的措施，把一个中国原则的承诺落到实处。除了这场双边会晤，王毅在纽约的这2场外交活动也值得重点关注。一是王毅在美国亚洲协会进行的演讲，二是王毅与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的会谈，其中台湾问题依然是重点话题。周四在亚洲协会纽约总部发表主旨演讲时，王毅将台独比作一头破坏力极强的灰犀牛，正在破坏两岸关系得来不易的和平发展局面，还点明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当前，台湾问题越来越成为中美关系的最大风险，处理不好，很可能会对两国关系造成颠覆性破坏影响。周一在会见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时，王毅强调，实现和平统一是我们的最大愿望，也将为此尽最大努力。但必须看到，台独越猖獗，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可能性就越消减。中国有句老话，宁失千军，不丢寸土，这就是中国人的意志和决心。对，这是王毅在纽约进行了一系列的对美的一些外交的动作，这是在新冠疫情和这个俄乌冲突同时共振，而导致了很大的国际关系的不确定状况之下，那么中美2个大国应该负起一种责任来，共同维护世界的和平稳定，特别促进世界的发展啊。那么要做出这种负责任的这种行为啊。同时呢，这个中国方面呢，因为马上我们要召开20大了，我们也需要和美方呢进行沟通、进行协调，那么让美方呢也更多的了解中国。但与此同时，美方仍在强化对华地缘政治博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周四在联大期间主持蓝色太平洋伙伴关系首次外长会。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事务协调员坎贝尔会后对记者称，中国对太平洋地区的雄心已经引发太平洋岛国领导人的关切。此次蓝色太平洋伙伴高层会议之后，美国总统拜登还将在下周会晤各太平洋岛国领导人。蓝色太平洋伙伴于今年6月在美国宣布成立，成员包括美国、澳大利亚、日本、新西兰和英国，印度则获得观察员身份。有分析认为，蓝色太平洋伙伴具有鲜明的地缘政治算计色彩，与岛国关系不大的英国和日本被强拉了进来，显示出该组织是一个把四边机制 AUKUS 和五眼联盟强行拼凑起来的组合，其核心目的仍然是制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周五就有关问询表示，美方表示愿为太平洋岛国发展提供更多支持，这很好，希望美方说到做到。岛国需要的是建立在平等相待基础上的互利合作，而不是出于地缘政治算计的权益操作。岛国独立自主开展对外交往的权利应当得到尊重，而不应当受到限制和剥夺。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此次联大行程可谓满满当当。就在会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的前一天，王毅还分别会见了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德国外长贝尔伯克，并出席金砖国家外长会晤。外界注意到，这也是继今年7月在印尼巴厘岛举行20国集团外长会以来，中澳、中德2国外长的又一次面对面。在会见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时，王毅表示，今年是中澳建交50周年，50而知天命。经历半个世纪风雨洗礼，两国关系应该更趋成熟稳定，富有韧性，不出意外。这符合双方利益，也是两国人民的期待。中方愿同澳方认真总结梳理经验，妥善解决分歧，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黄英贤表示，澳大利亚愿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同中国发展趋于稳定、互惠互利、富有成效的关系，愿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本着冷静向前看态度，同中方坦诚沟通，开展建设性交流，推进澳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澳尊重基于联合国宪章的国际法体系，坚持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不支持台独。澳中贸易使双方受益，希望维护开放的国际贸易体制。王毅表示，中方赞赏澳重申坚持一中政策，双方应相向而行，更多运用正向思维，多释放积极信号，多讲合作共赢故事，多开展人文和地方交流，为中澳关系向好发展创造良好氛围。王毅强调，中方坚定支持贸易自由化、便利化，致力于建设更高水平开放的经济体制，打造开放型世界经济。各方都应弘扬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遵守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发挥联合国核心作用。澳媒《澳大利亚人报》报道称，中澳外长的会面持续了约40分钟，这也是两国外长时隔2个多月举行的第2次会晤。上一次是在7月的 G20 外长会期间，当时的会晤是近3年来中澳两国首次外长会。
一段时间以来，由于澳大利亚在新冠病毒起源、5G 建设、涉疆涉港等问题上随美国起舞，中澳两国关系降至冰点。不过，自今年工党新政府上台以来，两国关系出现回暖现象。黄英贤在会见后告诉记者，与中国建立稳定关系是一条漫长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双方都必须走出许多步。We had another constructive meeting covering a range of issues, as you would expect. As I said to Minister Wong, Australian interests are constant and the government will continue to speak on those issues we believe are necessary and continue to engage with China in order to stabilise the relationship. That will require continued engagement and goodwill on both sides. 中国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国，那么澳大利亚呢也是中国重要的这个资源来源国，所以相互之间实际上是一种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只是由于美国的这个因素，导致了澳大利亚呢不断的给中国在中澳关系当中制造麻烦。应该说，通过这次中澳外长会议的这个见面的这个作为契机呢，希望中澳关系呢会开始有所积极的转弯。同一天，王毅还会见了德国外长贝尔伯克。王毅表示，自两国外长巴厘岛会晤以来，双方务实合作取得了许多进展，释放了积极信号，展现了中德关系的潜力和韧性。中德建交50年来，两国相交相知，全方位合作持续推进，两国人民都得到了实惠。中德没有根本利益冲突，理应加强沟通，增进理解。双方要筹备好两国高层往来和政府间磋商，全面梳理各领域合作，规划双边关系下一个50年发展。当前形势下，中德进一步深化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具有重要意义。中方愿同德方一道，发挥大国应尽职责，为和平发展做出中德贡献。贝尔伯克表示，德国奉行一个中国政策，高度重视保持双方高层交往和各领域交流合作。中国是全球性重要力量，德方赞赏中方制定富有雄心的减排目标，为应对气变发挥典范作用。愿同中方加强绿色转型、创新发展等合作，在实现巴黎协定温控目标等领域展现引领，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本周四，贝尔伯克还发表声明称，7国集团外长以及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举行会谈，表示各方反对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G7 成员在台湾问题上的基本立场没有变化，包括已经阐明的一个中国原则。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周五就回应表示，我们希望德方和其他7国集团成员不仅明确承诺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而且采取切实行动，将一个中国原则落到实处。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中德贸易额达1550亿美元，继续保持增长。截至目前，双方投资存量超过550亿美元。不过，外界注意到，近段时间以来，德国高层就出现了要在经济上与中国脱钩的声音。德国经济部长哈贝克日前表示，德国对中国的天真已经结束。德国经济部正在制定新的对华贸易政策，包括加强投资审查等措施，以降低对中国市场以及产品的依赖性。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束觉婷在周四的例行记者会上回应指，希望德方在对华经贸政策上秉持理性务实立场，更多倾听业界呼声，维护好两国企业合作利益，避免人为设置障碍和壁垒。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日前在回应相关问题时就指出，希望德方能够恪守开放市场、公平竞争的原则，客观理性地看待中国的投资，为中国企业提供公平、开放、非歧视的市场环境。不要将正常的经贸合作政治化，更不要以国家安全为由搞保护主义。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呢，由于这个俄乌冲突以后啊，德国比较高调的对抗俄罗斯。那么也由于最近一段时间北约在讨论它的所谓的安全威胁的时候呢，要把中国界定为是系统性的这个挑战。所以德国作为北约当中的大国，也作为欧盟当中的主导国家呢，它呢为了维持自个在欧洲的主导地位，那么可能对于域外的一些国家的这种来自于这种所谓的挑战啊，可能他呢比较的关注。所以我想德国这一次啊，他尽管口头上他对中国做出了很多的这种负面的这种评论，但是从本质上来说，中德相互协调与合作的这种关系并不可能发生改变。事实上，尽管德国政府高层出现涉华负面声音，但近段时间以来，外媒却频频报道德国总理舒尔茨可能在11月访华。
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的话指，舒尔茨的访华准备工作已经进入后期阶段，他会在11月中赴印尼巴厘岛出席 G20 峰会，并率领庞大的商界代表团前往越南、新加坡以及北京。德国的领导人作为一个新任的领导人，他可能对中德关系、对整体的亚欧大陆的这种国际关系的协调稳定认识并不足，他的外事的经验还是比较少的，所以我想请他到中国来，对中德关系有个更加切身的现场的这种了解和观察，我想有助于他更加客观地认识中德关系。此外，王毅当地时间周四还在纽约出席了金砖国家外长会晤。王毅说，今年6月，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4次会晤成功举行，5国领导人聚焦构建高质量伙伴关系、共创全球发展新时代主题深入交流，达成广泛共识，开启了金砖合作新征程。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挑战层出不穷，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金砖国家要推动将发展问题置于本届联大优先位置，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注入动力。要坚决抵制脱钩断链和科技壁垒，共同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实现更加强劲、绿色、健康的全球发展。王毅强调，多边主义正面临强权政治、单边霸权的严重冲击，形形色色的伪多边主义更具迷惑性。金砖国家要带头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和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共同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要着眼金砖国家长远发展和现实需要，积极回应各方期待，稳步推进扩员进程。我们看到，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联大会议期间会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强调台湾问题在中国人心中的分量重如泰山，美方应清清楚楚表明反台独。您对此如何解读？我注意到王毅这次会见布林肯的时候，在台湾问题上重点阐明了2个观点：其一是台湾问题是中国的核心利益中的核心，其分量重如泰山。这显然是要告诉美方，必须要在台湾问题上放弃不切实际的臆想，因为近年来美方有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只要美国彻底武装了台湾，只要美日澳英等国家展现出了军事介入台海局势的态度，中方就会知难而退。其二是中国解决台湾问题将继续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但是这有一个前提，那就是美国不能支持台湾搞台独，和平统一与台独水火不容。除此之外，我还注意到王毅这次在跟布林肯谈到台湾问题的时候，不仅立场非常的鲜明，而且口气相当强硬，这显然是反映了中方对于美方近来在台湾问题上的一系列运作，包括佩洛西访台、拜登再次重申要所谓的军事协防台湾、白宫加大了对台军售力度等等的不满。王毅还呼吁美方应该原原本本地回归中美建交3个联合公报和一个中国原则，干干净净重申一个中国政策。您对此又是如何看？我注意到，在本次联大会议期间，这已经不是王毅第一次呼吁美国重归中美建交3个联合公报了。几天前，他在会见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同时也是中美建交3个联合公报的见证者与推动者的基辛格的时候，也做了同样的呼吁。那么如何来看待这个现象？我认为这背后恰恰反映出当前中美建交3个联合公报的法律地位和权威正在受到空前严峻的冲击，以至于中美双方正在围绕着究竟是要维护中美建交3个联合公报，还是要摒弃中美建交3个联合公报，进行着激烈的外交博弈与较量。而这件事情显然是由拜登政府主动挑起来的。过去美国政府在重申台湾政策的时候，往往会把中美建交3个联合公报放在极其重要与突出的位置，与台湾关系法只会作为一个陪衬。但是去年美国国务院网站在阐述新的台湾政策时，破天荒地将与台湾关系法以及所谓的对台6项保证放在了中美建交3个联合公报的前面，这显然是在企图虚化与架空一中原则，甚至是在制造2个中国。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方意识到了中美关系与台湾局势危机的迫近，因为在中方看来，没有了3个联合公报，
就等于是拆掉了困处台独这头灰犀牛的护栏，台湾局势地动山摇就会变成确定性的事件。周日是我国首艘航母辽宁舰入列10周年纪念日。2012年9月25日，辽宁舰正式交付海军，中国航母时代正式起航。作为海军转型的重要标志，新制作战力量的代表，改革强军10年来，以辽宁舰为首舰的海军航母部队，加快推进转型建设，加快提升作战能力，探索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航母部队建设成长轨迹。我国第3艘航空母舰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福建舰。周五，解放军海政宣传局和中国军号联合发布宣传片《未来以来，航母这10年》，短短4分多钟，记录了中国航母从无到有、从近海走向远海的10年不凡轨迹。鸣响汽笛，悬挂带满旗，辽阔的大海上，辽宁舰官兵以海军最高礼仪迎接母舰10周岁生日。2012年9月25号，辽宁舰正式交付海军，中国航母时代正式起航。从那时起，辽宁舰肩负起人民海军转型重任，一路劈波斩浪，加快探索航母部队建设，加速向远海大洋延伸。改革强军10年来，辽宁舰实现飞沙昼夜起降、突破岛链、实战部署、体系作战的辉煌战绩。如果把航空母舰比作中国海军挺进深蓝的先锋，那么航母舰载机就是中国海军亮剑远海的铁拳。2017年，航母舰载机部队首次在辽宁舰上成功实现夜间起降。实现夜间技术的突破，掌握夜间逐渐技术，意味着我们具备了全天候，尤其是在夜间和复杂气象条件下执行任务的能力，发挥全时作战优势，从而在未来的战场上掌握更大的主动权。夜间空中伙伴加油，海上超低空突防，舰机空海对抗训练。为了缩短与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一批批舰载机以身试险，和航母共同托起编队战斗力的飞行高度，在海天之间制胜未来战场。歼10-5起飞，拦截不明目标。前不久，正在西太平洋某海域开展训练的辽宁舰航母编队，远距离发现一批不明空情目标向编队高速紧飞，判断、决策、行动，短短几分钟，编队指挥所果断下达出击指令，数架歼15舰载战斗机直扑目标空域。编队各属舰从多个维度由远到近构建严密攻防体系。航母编队作为人民海军远海防卫作战的战略力量，10年来从无到有，从小到大。10年间，辽宁舰航母编队通过背靠背体系对抗、远海实战演练，深化舰前机协同，不断提升航母编队体系作战效能。2017年，新型远洋综合补给舰呼伦湖舰入列，从此航母编队有了一座流动的海上加油站。紧随呼伦湖舰一起加入辽宁舰航母编队的，还有国产新型导弹驱逐舰南昌舰。除了新装备的助力外，作为航母编队的重要组成部分，舰载机飞行员成批次形成实战能力。10年间，辽宁舰航母编队的体系作战能力不断增强，航迹也正向远海深处加速度延伸。前不久，辽宁舰航母编队还开展了敌情威胁条件下的实战课题演练，不断融入联合作战大体系。这些年，我们航母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可以说，中国特色航母之路在现实中成果得到了检验。现在，国产航母山东舰的使命任务也在不断拓展、快速发展。首艘弹射型航母福建舰正蓄势待发。我们相信，在不久的将来，3航母将会在更加广阔的国际舞台上展示我们的强大威力。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第3艘航母福建舰日前正在开展一系列设备安装和调试工作，相关试验任务也在同步有序推进。作为首艘国产弹射型航母，福建舰的诞生对航母部队的发展有着深刻的意义。中国航母发展到今天，离不开举国上下对这项事业的倾注。短短10年时间，就实现了辽宁舰编队走向深蓝、战斗力跃升的目标，探索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航母发展之路。美国里根号核动力航母战斗群周五驶入韩国釜山海军作战基地，这是美军航母时隔5年再度以训练为目的进入釜山作战基地。此举对外释放什么信号？来看看报道。据韩联社周五报道，美军里根号核动力航母战斗群当天上午驶入韩国釜山海军作战基地，将于月底在韩国东部海域同韩国军方实施联合军演。美国海军届时还将出动6000吨级的安纳波利斯号攻击型核潜艇参与演习。
里根号航母打击群由里根号航母及舰载机、提康德罗加级导弹巡洋舰钱瑟勒斯维尔号、阿利伯克级导弹驱逐舰巴里号和本福德号组成。美军第5航母打击群指挥官唐纳利向媒体表示，这次访问旨在巩固美韩同盟关系，并提高两国海军之间的互操作性。当被问及此访是否在向朝鲜发出任何信号时，唐纳利表示。This visit is just part of ongoing and numerous combined operations that we conduct throughout the region and around the peninsula with ROK Navy. So we leave the messaging to the diplomats. Our interactions with ROK Navy are tactically purposeful in developing interoperability to ensure credible combat power. 这是美国核动力航母时隔5年再度以训练为目的驶入釜山作战基地。2017年11月，美军曾向韩国东部海域派遣3艘航母，并与韩方举行联合演习。而在当年9月，朝鲜进行了第6次核试验。有分析认为，本次美国航母打击群再次进入韩海军作战基地，与尹锡悦新政府上台之后奉行较为强硬的对朝政策，并力图与美国打造更稳固的同盟关系息息相关。美韩两国领导人今年5月曾商定，将适时协调在韩部署美国战略武器。此后，两国防长在7月商定，通过在朝鲜半岛部署美国战略武器，强化美韩同盟威慑态势。里根号航母打击群的到来，标志着美韩最新的重要部署，即让更多美国战略资产在这一地区运作，以对朝鲜产生威慑作用。尹锡悦政府所代表的这种保守派呢，它实际上把这个强化这个美韩联盟作为这样一个首要目标，而把这个朝韩关系作为一个次要目标。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它就会比较没有顾虑的，甚至是肆无忌惮的去强化这个美韩联盟，引发了这样一个对朝的这种军事政策变化。这也是为什么这次美国航母5年之后能够进入韩国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也是跟这个未来朝鲜半岛这种局势引发了一个不良的一个信号。尹锡悦上台后，针对如何解决半岛问题提出所谓大胆计划。他多次公开表示，只要朝鲜愿意去和，确保朝鲜半岛、东北亚和全世界可持续的和平，韩方愿意提供经济援助，帮助朝鲜划时代的改善经济状况和居民生活质量。不过，另一方面，尹锡悦政府推行了一系列对朝强硬政策。军事上，韩方不断推动与美国进行更多的联合演习。上月22号，美韩启动了自2018年以来规模最大的联合实弹军事演习“已知自由护盾”。超过3万名两国官兵和全套陆海空战略战术装备参演。此外，美国五角大楼官网近日还主动发布了美韩海军陆战队联演2022年第3季度训练于上周4结束的消息，以及相关影像资料。此次演习以美韩战术空管联演的形式进行，两国海军陆战队以及韩军 F-15K、FA-50、F-5战斗机参演。美韩近3-4年都是以低姿态实施有关训练。但近来两国接连公开联演情况引人关注。针对美韩相关军事动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恩曾在7月27号表示，如果韩国政府进行任何危险的尝试，例如先发制人的打击，将面临全军覆没的下场。朝鲜武装部队已做好应对任何危机的充分准备。朝鲜媒体曾批评尹锡悦政府的对朝政策，认为韩国一面与美国开展联合军事演习，另一面以经济援助为诱饵，向朝鲜伸出援助之手的行为，不仅没有大胆构想，更近乎于威胁或嘲弄的两面战术。这只能看作是失败政策的反复。自尹锡悦政府上台以来，这个朝鲜半岛双方在军事行动上的这种彼此的强硬，那么以朝鲜以往的这样一个做法，一贯是宣称以这种超强硬对待强硬。很显然，如果是这样一种恶性循环的话，那么对于朝鲜半岛的局势是非常不利，特别是在当前国际形势并不稳定、大国博弈紧张的这样一个情况下，如果说半岛形势再有所这个激化，那么极有可能引发这种东亚安全局势的很大的一个改变。就在上周，美韩外交和国防部门还在华盛顿五角大楼重启延伸威慑战略磋商副部长级会议，并商定为在域内有效部署美方战略武器，反制朝鲜挑衅而继续合作。所谓延伸威慑，是指美国在盟国遭到核威胁或攻击时提供核保护伞，将动用常规武器和导弹防御系统保卫盟国。韩国前总统文在寅任内，该会议仅举行过1次，此后陷入停摆状态。这次是双方时隔近5年后重启这一磋商机制。
舆论上，韩国配合美国不断渲染炒作朝鲜即将恢复自2017年以来的首次核试验。韩联社报道称，美国航母驶入釜山前夕，韩国外长朴正、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以及日本外相林芳正在纽约会晤，并共同发表联合声明称，朝鲜若进行核试验，将面临国际社会强烈以及坚决的回应。韩联社的报道也放大了布林肯在美日韩外长会上的言论，称他重申了美国对保卫韩日的承诺。此外，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智库北纬38度发布消息称，本月18号拍摄的卫星图像显示，朝鲜咸镜南道新浦造船厂建筑物周边汇聚了驳船等6艘船舶，实属罕见，说明朝鲜正为新型导弹潜艇的下水做准备工作。朝鲜从2016年初开始建造疑似弹道导弹潜艇的新潜艇。朝中社于2019年7月报道了金正恩访问新浦造船所视察新建潜艇的消息。金正恩当时表示，朝鲜东西靠海，潜艇的作战能力是国家防卫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要致力于开发潜艇等海军武器装备，继续可靠地培养国防力量。这艘潜艇被西方称为新浦 C 型弹道导弹潜艇。北纬38度称，其具备发射北极星系列潜射弹道导弹的能力，是朝鲜首艘实用弹道导弹潜艇。北纬38度承认，这艘潜艇距离下水还有一段时间，但该智库却仍炒作，它可能会给目前朝美、朝韩关系增添新的变数。如果说它的消息属实的话，就意味着朝鲜半岛这种核力量之间的这种博弈进一步的加剧。这背后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近期美韩联盟宣称要进行核威慑力量的这样一个恶化的一个结果，那么加剧了朝鲜方面的安全危机感，也使得朝鲜方面不会轻易的放弃它这样一个核力量建设，所以这是我们目前比较担心的这样一种趋向，也是我们国际社会应该对朝核问题加强关注，不能导致这一个局势进一步的恶化，有失控的这样一个风险。里根号航母打击群时隔5年再次抵达韩国，参与美韩军事联演，对此您有何观察？主持人好，对于里根号航母打击群的到来，韩国海军的公开表态是，这将展示韩美同盟维护朝鲜半岛和平与稳定的决心。而里根号航母打击群的指挥官则表示，美国航母打击群抵近朝鲜半岛部署，展示了美军能和盟友一道面对任何挑战或威胁。我在之前的评论中讲过，自冷战以来，由于半岛南北间逐渐拉开的装备差距和驻韩美军的存在，朝韩之间的常规军力对比客观上已经严重失衡，双方攻守态势早已易位。这点在朝韩各自不同的军事部署策略中也有所体现。韩国奉行抵近部署，全国超过2/3的军事力量集结在38线以南150公里的狭窄区域内，而朝鲜则采取阶梯纵深部署，军略力量被置于2线而非1线，谁攻谁守并不难分辨。而军事力量更强、军事部署也更具侵略性姿态的美韩一方进行大规模实战演练，很难让人相信是出于某种纯粹防御性的目的。此次里根号航母打击群时隔5年来到韩国，时间节点上又紧随美韩时隔5年正式重启半岛最大规模军演已知自由护盾。而已知自由护盾正是以美军如何快速抵达半岛，并协同韩军对朝鲜发起全面攻击为演习主题，实战化性质极强。里根号航母打击群抵近朝鲜半岛部署与美韩重启已知自由护盾叠加在一起，无疑发出了一个极具刺激性的信号，必然将引起朝鲜方面愤怒的回应。那在这种剑拔弩张的氛围下，美国为何执意派里根号航母打击群上阵呢？这是个好问题，答案就是极限军事施压，以此提升对朝鲜的政策影响力。对于美朝关系而言，由于美国长期的敌对制裁，两国间的政治、经济、文化沟通渠道大多已经断绝，将自身的诉求和武力威慑相捆绑，也就成为了美朝之间互相沟通最主要的政策工具。美韩军演就好比在朝鲜家门口常态化练拳击，表明自己随时有能力，随时也有可能对朝鲜发起攻击。因此，美韩作为军事实力更强、军事部署也更具侵略性姿态的一方，进行大规模军演，就像我刚才所说，绝不是出于某种纯粹防御性的目的，但另一方面也未必是进行某种真实的侵略预演。这就像是美方模糊战略的朝鲜版。
美国永远在准备发动战争，这样朝鲜就永远不知道美国会不会真发动战争。美国通过制造最大程度的不安全感来迫使朝鲜采取最保守的策略，从而赢得博弈过程中的优势地位。因外形科幻被称为未来战舰的朱姆沃尔特号驱逐舰正式展开西太部署。引人关注的是，这是该舰的首次海外部署。一度被贴上美军战略转型失败、高价低能等标签的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还被编入到新的实验中队，与无人水面舰艇发展和测试新战法，并将加装高超音速武器。美军究竟是何意图？来看看报道。美国海军情报网站周三发布消息称，朱姆沃尔特号驱逐舰已被正式编入驻日的美海军第7舰队。该舰已于周一从关岛起航，在印太地区开展首次海外部署。美海军发言人马克·兰福德发表声明称，朱姆沃尔特号驱逐舰将与印太地区的其他盟友和合作伙伴一起行动，这是朱姆沃尔特级和美国海军取得的重要进展。而按照美国动力网站的介绍，朱姆沃尔特号自从6年前下水以来，一直定期往返于圣地亚哥海军基地和太平洋地区之间展开训练。此前最远曾航至夏威夷和阿拉斯加，但这些航行都没有被确定为正式部署。因此，这次美国海军宣布该舰融入舰队作战，表明它正式在第7舰队开始其职业生涯。排水量高达 1.5 万吨的朱姆沃尔特号驱逐舰，此番被编入第7舰队的第71特遣部队第15驱逐舰中队，与其共事的有本福德号、米利厄斯号、希金斯号、杜威号等8艘阿利伯克级导弹驱逐舰，主要担任里根号航母的带刀侍卫。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驱逐舰近年来频繁在南海进行所谓的航行自由行动，个别舰艇还不时在台海对中国进行挑衅。其中，希金斯号本周就与加拿大护卫舰一同穿航台湾海峡，并自我炒作。美军将朱姆沃尔特号驱逐舰编入美国海军第7舰队，就是要加强了美军第7舰队的实力，它的隐身性能也是世界上最好的，表明美国呢是要把最先进的这些舰艇都要放到中国身边，以增强了对中国进行威慑和遏制的能力嘛。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外形科幻被称为未来战舰，曾被看作是美国海军新一代多用途对地打击主力战舰，一度被美国海军寄予厚望，为在对手沿海地区活动高度强化雷达隐形效果，并突出强大的对地攻击能力。后来，美国觉得中俄海军发展的太快，五角大楼不得不将未来作战方向重新调整为争夺大洋控制权。另外，由于建造成本和难度巨大，而且维护费用太高，因此将32艘的建造计划削减到3艘，平摊研发费用后，每艘成本高达约75亿美元。朱姆沃尔特级也被认为是美国海军最失败的舰艇设计之一。此次被部署到美海军第7舰队的朱姆沃尔特号，就是朱姆沃尔特级首舰，2016年服役；2号舰迈克尔蒙苏尔号在2019年1月服役；3号舰林登约翰逊号正在海试，预计将于明年入列。虽然朱姆沃尔特级备受外界质疑，但其整体性能仍在全球海军中不容小觑。美海军发言人马克·兰福德在朱姆沃尔特号部署西太的声明中就表示，它最大限度地提高了隐身性、尺寸、功率和计算能力，同时还部署了一系列武器和尖端技术，能够与空中、海上和水下以及陆地的对手作战。据美媒透露，3艘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都被选为美海军水面发展中队的成员。2019年成立的水面发展中队是一个实验性海军单位。除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外，美海军现役多种无人水面舰艇也被分配到该单位。美国动力网站称，该中队的主要任务之一是评估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在舰队中最适合的位置，以便这种美国海军性能最先进的战舰能充分利用其能力。值得一提的是，朱姆沃尔特级的2号舰蒙苏尔号近年一直把训练的重点放在与无人水面作战舰艇的协同作战上。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去年4月举办的2021无人系统整合战斗演习。而今年的2022环太军演中，则是其最新的秀场。其最显眼的动作就是测试使用 VBAT-118 无人机，延续了该舰近几年主要的测试活动。有观察指，朱姆沃尔特号驱逐舰这次部署到印太地区，很可能是要在实战部署中摸索与无人舰艇联合作战的具体战法。那现在呢，美军呢就只能是把它放到水面发展舰队，要不然的话都不好给美国老百姓交代。花了这么老鼻子钱造出来3艘，还不知道干嘛，
所以美军呢实际上是非常尴尬的。与其呢说现在我们去关注3艘中国2级驱逐舰呢，探索未来海战新战术，还不如在这去看一看呢，美军有其他的新舰艇是怎么发展的。另外，根据美国海军的规划，中姆沃尔特级驱逐舰被选为最早装备高超音速导弹的海上发射平台。该舰的先进舰炮系统将被拆除，以便为安装尺寸更大的垂直导弹发射系统让路。中姆沃尔特号将是第一艘接受改装的战舰，预计改装工作将于2024年6月完成，最早在2025年具备常规即时打击能力。美国海军作战部部长迈克尔·吉尔迪去年就曾表示，在计划将高超音速武器投入潜艇部队服役之前，中姆沃尔特级驱逐舰将是第一个实战化平台。美国海军计划将中姆沃尔特级驱逐舰上的先进舰炮系统拆除，换上导弹垂直发射系统这实际上就等于呢，美国海军公开承认中姆沃尔特级驱逐舰的设计是失败的。现在的做法就叫来回折腾。美国海军拥有导弹垂直发射系统的舰艇非常之多，就算是马上就要退役的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那上边有122个导弹垂直发射单元呢。那美国海军主力的伯克级驱逐舰都是有96个导弹垂直发射单元。那这样一来的话，像中姆沃尔特级驱逐舰上边有没有导弹垂直发射单元，其实都不是很关键的事情。那美国海军现在就是给他呢要找点事儿做，让他能够发挥一定的作用。俄乌冲突已届满7个月，随着乌军要集结一切力量欲发起决定性进攻，以及俄方发布2战后首个军事动员令，这场冲突仍未出现停止信号。周五，乌军击落数架伊朗无人机的消息引发关注，而周五起一连5天，在乌克兰东部及南部4个亲俄武装控制地区展开所谓入俄公投。对此，乌方表示不会接受承认公投的结果。当前，俄乌战事焦点仍集中在乌克兰东部和南部，双方各有攻防。据央视新闻报道，俄国防部发言人科纳申科夫周五通报称，在东部战线，俄空天军过去1昼夜对克拉马托尔斯克多个军事目标实施精确打击，消灭斯拉维扬斯克等地的100多名外国雇佣兵。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则表示，乌军在巴赫穆特南部击退俄军，红利曼以北部分区域遭俄方炮火打击。有消息称，乌军过去1天在当地的推进取得进展。在南部战线，俄国防部表示，俄空天军对扎波罗热乌军阵地实施打击，摧毁多件军事装备。俄陆航、导弹和炮兵部队对尼古拉耶夫乌军临时营地实施打击。乌克兰南方作战指挥部则称，乌军对第聂伯河沿岸和赫尔松以东的俄军阵地和装备集中点进行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周五还发布消息称，乌克兰防空导弹部队过去1天共摧毁7架俄军无人机。值得注意的是，按照乌方说法，俄军周五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乌南部港口城市敖德萨的行政大楼，导致楼体严重受损，并有1名平民丧生。乌媒随后披露，乌军击落了在敖德萨港口附近海面上空的4架伊朗造的沙赫德136型自杀式无人机。此外，乌空军还发布了一段在黑海打捞一架被乌军击落的更大型的伊朗制幻影6武装无人机的画面。乌总统泽连斯基周五宣称，乌军当天共击落了8架伊朗制无人机，并指责伊朗向俄军提供无人机是与邪恶为伍。他表示，作为回应，乌克兰降低与伊朗的外交关系，乌方已撤销了伊朗驻乌克兰大使的证件，并大幅减少伊朗大使馆的外交官人数。有媒体披露，俄军装备的无人机尽管多达2000余架，但绝大多数是小型无人侦察机，性能先进的察打一体无人机数量稀少，无法满足大规模作战需要。这也成为俄军在俄乌冲突中最需要的武器之一。近日，伊朗已经把46架沙赫德129攻击无人机交付给俄军。深圳卫视查阅资料发现，目前伊朗最先进的无人机就是沙赫德系列，其中沙赫德129是伊朗捕获美制捕食者无人机的逆向仿制产品，可以挂载4枚伊朗自行研制的萨迪德345小型滑翔精确制导航弹。而最重要的是，目前伊朗已经建立了多条军用无人机生产线，具备大规模生产能力。鉴于伊朗距离俄罗斯距离并不远，在供货渠道顺畅的情况下，基本上等于俄罗斯拥有了稳定的无人机生产基地，很大程度上缓解俄罗斯对无人机的迫切需求。伊朗确实向俄罗斯在无人作战方面提供了一些军事上的支持。我们都知道，这个乌克兰这个反
功大捷的功劳是在于美国给这个乌克兰提供了海马斯远程导弹，伊朗提供了无人机，可以帮助俄罗斯在侦察、反击以及主动攻击方面提供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帮助。俄乌战事持续7个月之际，周五起到下周二，在乌克兰东部及南部4个亲俄武装控制地区，包括顿涅茨克、卢甘斯克、赫尔松以及扎波罗热，展开所谓入俄公投。不过，乌克兰议会方面表示，俄罗斯举行虚假公投，结果是不可接受的，呼吁盟友提供更多的武器、物资及后勤援助，希望一起赢得这场斗争。Організацій міжнародних, ООН і так далі, звичайно, з тим, щоб не визнавати жодних результатів цих референдумів. У нас завчора на найближчому засіданні. 美国白宫周五则表示，若俄罗斯一意孤行，对俄制裁仍将继续。We are prepared to impose additional swift and severe economic costs on Russia, along with our allies and partners, in response to these actions if they move forward with annexation. 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博士孙琦对深圳卫视表示，一旦4地所谓的入俄公投取得俄罗斯想要的结果，那么乌克兰一旦反攻到了4地，俄罗斯就会将其视为侵犯了自身的安全。孙琦注意到，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周四通过社交媒体对外释放的信息是，对于新加入俄罗斯的领土，包括战略核武器在内的任何俄罗斯武器都可以用于防御。这样的话，势必造成局势更加恶化。俄罗斯把自身的边境安全、领土安全以及国家安全上，对于乌克兰来讲，已经上升到这种核打击的这样的一个威胁上了。那么，如果这样的一个事实产生的话，那么对于俄乌冲突来说，会进一步的升级，那升级为战争或者升级为更加严厉的这样的一个核威胁，其实是从理论上是存在的。